玩什么呢？我试试我的新手机好不好用。新手机？啊，刚买的，好看吧？你说你那个手机不好好的吗？你怎么又买新手机了？妈，我之前那个手机哪好啊，都卡的不行了，而且那电池也不耐用了，玩2-3个小时它就没电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个新的。那电池不耐用你就充呗，还换一个新手机。这我儿子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呀？你说你天天在家都知道花钱，这手机多少钱买的呀？这手机也不贵，8000块钱。8000？哎呀，你真够败家的！8000块钱买个手机，那外面那几百块钱手机不挺好的吗？干嘛买那么贵的呀？妈，你说那几百块钱的手机，那有年轻人用的吗？那都是你们这些老年人才用，那种手机我不用。再说了，这既买手机了，那肯定要买个新款，买个好看的。这是今年刚出的。什么好看不好看？这手机能接能打不就行了吗？还8000块钱，我看你啊，这不是谁挣的钱，谁不知道心疼。妈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这我新买一个手机，这有错吗？你都坐在这里嘟囔我半天了。想不让我说你也行，我告诉你，这买手机的钱不能用我儿子的钱，你必须啊自己出去赚这个钱买。我去赚钱？妈，我不可能出去工作的。我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答应过我的，让我婚后不用去工作，然后他挣钱给我花，说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儿子那时候说的是不让你去上班，是想让你在家里面洗衣做饭、操持家务。而你呢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天天在家，不是买这就是买那，天天乱花钱。妈，我才20多岁，那20多岁的小姑娘不都应该是这样生活吗？我是嫁到你们家过来享福的，又不是当保姆的。你是想气死我？那嘴啊叭叭叭的，我说不过你。等我儿子回来了，我一定给我儿子说，让我儿子收拾你。我看你啊，就知道告状。你想说你就跟他说吧，反正你儿子就算知道了，他也不会说我什么的。我回屋了，懒得跟你说那么多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个败家娘们儿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不知道快把我给气死了。啊？还怎么了？就你娶的那个好媳妇儿，你知道她今天干嘛了？干嘛了呀？今天买手机去了，买了个手机8000块呀！什么？8000？妈，他的手机不好好的吗？怎么又买个？还花这么多钱？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你娶这个媳妇儿，天天在家干嘛呀？除了花钱就是吃睡买东西。你说他还能干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别的那媳妇儿，人家没事啊，出去找个工作上班，分担一下家里的负担。他倒好，你说你娶她留着干嘛呀？这，妈，你别生气，我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我要知道了，我肯定不能让他买。我现在就把他叫出来，我好好说他，让他把手机给退了。是嘞，你就应该好好说的。我没说2句啊，自己跑到房间里去了，不理我了。我就叫他出来。出来！你干嘛呀？干啥？你说干嘛呀？小梅，你放开我！干嘛呀？我坐这儿。干嘛呀？干嘛？李大美，我听妈说你买个新手机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8000块钱的，好看吗？新款。就这东西，你花我8000块钱，你可真舍得呀！你干嘛呀？这新买的，摔它干嘛呀？再说了，小梅，咱们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的吗？我结完婚之后你会对我好的，还说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对，那是我是说过，可是你看看咱们家现在什么条件？我一月工资能挣多少钱呀？我现在工作还不稳定呢，一个月就拿3000块钱，你这一个手机，快顶上我3个月工资了。李大美，你想过没有？咱们家以后怎么活？这有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现在就算说再多，也已经晚了。这手机我都已经买了。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到现在他还没有悔改呢。李大美，今天啊，你把这手机给我退回去。你说什么？让我退了？我不可能退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手机我很喜欢。你不退也得给我退。我今天还就不退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
我就不相信了，就因为一个手机，你还要动手打我呀？再说了，这手机只有8000块钱，你就如此生气？我如果买个上万的，你不得吃了我呀？行，你可真行啊，不对是吧？看来啊，我说的话你是不听了。那行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就离婚，你从我家滚出去！对，儿子，他敢不听话，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给他离婚，妈给你找个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那老大夫有你什么人？插什么嘴？怎么说话呢？那是我妈。你妈？你就是看着你妈挑拨离间。再说了，要不是因为你妈，咱们两个今天会吵架吗？什么叫挑拨离间呀？那我妈都是为我好。什么叫是为你好啊？我看你妈就是看不惯我，不希望我过得好。我买个新手机，她肯定是眼红了，所以才跟你告状的，导致咱们两个吵架。李大妹，你可真行啊！自己错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还把这个事儿推到我妈身上，我真受够你了！你立马从眼前消失，给我滚！行啊，我总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当初结婚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说什么会对我好，说什么你挣的钱我随便花。可现在呢，就因为一部手机，你就让我滚，说要跟我离婚是吧？行，不就是离婚吗？谁怕谁呀？离就离。走了就别再回来，臭娘们儿，收拾不了你。就是儿子，你就应该让他知道害怕，要不然这以后花钱肯定更厉害。妈，这口气啊，我已经替你出了，你就别再生气了。好，还是我儿子厉害。哎，儿子，你说你要跟大美离婚，这已经几天了，2、3天了吧？是咋没动静啊？我现在找不到她呀，她可能回她娘家去了吧。不过你放心，妈，她肯定会回来的。等她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再给她说一遍。她不离也得离，我要把她非休了不可。儿子，这才是男子气概。儿子，你放心，你只要跟他离了，妈到时候再托人给你找一个肯定比他好的。行妈，到时候你给我找一个比他更好看的。你就放心吧，妈一定给你找个漂亮的。行。哎，回来了，我就说吧，肯定会回来的。怎么着，李大美？我不是不让你回来了吗？你还回来干嘛呀？是不是找我认错呀？就是，我可告诉你，就算你认错，我儿子也不一定能原谅你。真不知道你们娘俩哪来的自信。我回来，自然有我回来的目的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要离婚吗？来，离婚协议书，我打好了，签字吧。哟，李大美，你可真长本事了呀！比我还快一步呢，这离婚协议都打好了。那当然了，这天下不止你一个男人，这4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大街上都是。是。更何况你又没什么本事，一个月挣他2、3千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正好我也体贴给你离。你这种女人，我不怕不要也罢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妈到时候给我介绍一个比你更漂亮的女人。就是，比你更漂亮。妈，拿笔签字儿。哦，哎呀，好嘞，儿子。签完了，以后咱们俩就没什么关系了。你见着我躲得远远点儿。啊，对了，除了离婚协议这件事，还有一件东西我得还给你，你的工资卡。去，这我儿子的工资卡在你那，估计里面的钱被你花的差不多了吧？就是。这次你们真的想错了，这钱我1分都没动，你儿子每个月发的工资，我全部都给他攒了进去。你每个月发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有数。这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，你也知道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银行去查，看这个钱我到底动没动。怎么可能啊？你要如果没动的话，咱们每天的开销、吃喝拉撒，还有你买手机的钱，哪来的呀？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。你自己的钱？你又没上班又没工作，你哪来的钱啊？我花的都是咱们2个结婚的时候，我娘家给我的陪嫁。陪嫁？你娘家能给你赔多少钱啊？我娘家给我的陪嫁
那可是个大数目。我当初没有告诉你们呀，是怕你们自卑。你知道吗？我娘家可给我整整陪送了100万呢。100万？是啊，大美，你妈真给你赔了100万啊？要不然你以为呢？我娘家可就我这一个女儿，他们所有的钱都是我的。这大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要早说有100万的话，我能不对你好点吗？那张纸你给我吧，就当是废纸，不算数啊！废纸。小白，这可是离婚协议，你字都已经签了，也就代表着它已经生效了。现在开始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大美，我和妈都知道错了，咱们不离婚行不行？以后我对你好点啊！大美啊，以后啊，这我们一定好好对你。你看，现在都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也没花我儿子的钱，以后啊，你想买什么，妈绝对不拦着你，想买咱就买。你们不觉得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吗？花你儿子的钱，你也不觉得可笑？就你儿子挣的那点钱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要不是当初我觉得他对我好，他很爱我，我才嫁给他的。现在我觉得我当初啊，真是眼瞎了，竟然选择嫁给他。小白，你呀，就是一个妈宝男，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，你连自己的主见都没有，整天都是你妈说什么你听什么。你说你结婚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祸害我吗？还有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也别再找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估计也找不到了。你以后就跟着你妈过一辈子吧。哎，大美，妈，这怎么办呀？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这赔了100万赔价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他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这能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追上他，给大美再道歉，看能不能原谅咱们。行，妈，走，赶紧去追他。大美，大美。